表面上我是嚣张跋扈的皇贵妃，暗地里却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宫女。陛下这道旨意，本宫不允。皇贵妃，江南水患，数万百姓流离失所，朕从国库调拨10万两白银赈灾，有何不可？你凭什么阻拦？赈灾自然可，但钱从国库出，这就不可。国库如今还剩多少银子？陛下心里没数吗？北疆军饷下个月就要发，西边蛮子蠢蠢欲动，还要备战。这10万两拨去江南，不出3个月，大渊的军队就要哗变。到时候，陛下拿什么去挡蛮子的弯刀？那江南数万灾民就不管了吗？就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管，但不能用国库的钱，让江南那些脑满肠肥的盐商捐，谁不捐就抄谁的家。陛下若是拉不下这个脸，不敢下这个得罪人的旨意，没关系，本宫来下。这恶人，本宫来做。沈将，你太放肆了！江南水患之事，按本宫说的办，退朝。恭送皇贵妃娘娘。沈将这个毒妇，他眼里还有没有朕？还有没有大渊的王法？陛下息怒，奴婢救驾来迟，请陛下降罪。记下来，给朕通通记下来，把那毒妇今日在朝堂上的嚣张跋扈，一字不细的写进起居志里，朕要让她遗臭万年。陛下，是写皇贵妃娘娘抗旨不遵，还是写娘娘顶撞圣上？都写，不仅要写这些，还要写她目无尊卑。总有一天，朕要夺了她的权，褫夺她的封号，把她打入冷宫，让她每天给朕洗夜壶。陛下说的是，娘娘确实太过分了，奴婢一定如实记录，绝不偏袒。洗夜壶，你小子倒真敢想啊！太憋屈了，朕一定要想个法子治这嚣张的皇贵妃。这个宫女沈薇，入宫3年，胆子极小，身家也清白，绝对不可能是丞相或者皇贵妃的人，或许能派上用场。一直盯着我，又想什么坏主意呢？沈薇，你先起来。陛下有何吩咐？你常在后宫行走，可知如今这宫里是谁说了算？自然是皇贵妃娘娘。娘娘凤仪万千，协理6宫，宫里上下无不敬畏。敬畏？是畏惧吧？这后宫早就成了他沈将的一言堂。沈薇，朕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老实人。朕现在交给你一个绝密任务，你若办得好，朕绝会亏待你。陛下折煞奴婢了，奴婢愚笨，只怕办不好陛下的差事。不，这件事只有你能办。朕要你想办法接近皇贵妃，去未央宫做朕的眼线，给朕搜集她结党营私的罪证。只要拿到实质性的证据，朕就能名正言顺地将她扳倒，彻底铲除这个毒妇。皇帝让我搜集我自己的罪证，这是什么绝世大冤种？皇帝让我搜集我自己的罪证，这是什么绝世大冤种？陛下饶命啊！皇贵妃娘娘手段雷霆，未央宫连只苍蝇飞进去都要被审问半天。奴婢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被抽筋的。奴婢不敢啊！你怕什么？你是朕派去的人，只要你小心谨慎，他沈将还能吃了你不成？可是，娘娘真的很可怕。昨天她还罚了理财人跪在御花园，膝盖都要跪断了。沈薇，只要你肯去，朕每个月额外给你100两白银作为，就当是你的津贴。100两，打发叫花子呢？陛下，奴婢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奴婢若是死在未央宫，他们可怎么活呀？500两，每个月500两白银。只要你送出有用的情报，朕另外重赏。500两白银，1年就是6000两。这小皇帝为了扳倒我，倒是挺舍得下血本。但作为卧底，启动资金怎么能少？为了大渊，为了陛下，奴婢愿意万死不辞。奴婢去。只是未央宫上下打点需要银钱，奴婢位卑言轻，若是没有傍身的黄白之物，只怕连未央宫的大门都进不去，更别提接近娘娘了。你说的对，卧底怎么能没有活动经费呢？这里是3000两，前期活动经费，你先拿去，不够再找朕要。沈薇，万事小心，切莫暴露身份。陛下放心，奴婢一定将皇贵妃娘娘的一举一动巨细无遗地汇报给陛下，
奴婢这就去未央宫打探消息。去吧，朕等你的好消息。萧琪啊，萧琪，既然你这么有钱没处花，那本宫就不客气喽。这笔钱刚好给未央宫换一批西域进贡的羊毛地毯。别出声，否则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奴婢沈巍，叩见丞相大人。奴婢沈巍，叩见丞相大人。不知大人拦下奴婢有何吩咐？沈巍，本相查过你的底细，你老家在清河县，家里还有一个瞎眼的80老母和一个刚满7岁的幼弟，对吧？神他妈瞎眼老母，那是我随便填的假数据好吗？我全家早就死的，就剩我一个活口了。丞相大人饶命啊！奴婢家境贫寒，全靠奴婢在宫里的那点月例银子吊着命啊！求大人开恩，千万不要伤害奴婢的家人！闭嘴！你好丧什么？只要你乖乖听话，你的家人不仅会平安无事，本相还会保他们一生衣食无忧。但你若是敢玩花样，奴婢不敢，奴婢什么都听大人的。大人让奴婢往东，奴婢绝不往西。很好，是个明白人。你马上就要被调去未央宫当差了，对吧？把这个放进皇贵妃的茶水里。这是毒药啊！丞相大人，谋害皇贵妃是诛九族的大罪啊！借奴婢1万个胆子，奴婢也不敢啊！蠢货，宫里怎么能随便用见血封喉的毒药？这是西域秘药红颜窟，无色无味，喝下去绝对死不了人，但不出3个时辰，他的脸上就会长满红斑，嗓子也会彻底烂掉，变成一个声音酥哑的丑八怪。后宫的女人若是没了容貌，就等于是一具行尸走肉。到时候，就算她手握大权，陛下也会以有碍关注冲撞龙渊为由，名正言顺地将她废黜，打入冷宫。大渊的朝堂绝容不下一个丑八怪指手画脚。事成之后，黄金1000两，办砸了，远在清河县的老母幼弟今晚就会人间蒸发。自己选吧。沈姑娘，别怪咱家没提醒你，未央宫里有咱们丞相的人，你若是敢把药扔了或者告密，咱家保证你会死得比皇贵妃惨1万倍。今晚咱家等你的好消息。1000两黄金，折合白银就是1万两。临阵这老狐狸出手可比萧齐那个穷酸皇帝阔绰多了。今晚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降维打击。娘娘，今晚要看江南织造送来的账本，还是传内务府的人来回话？都不干。今晚外殿当值的奉茶太监是谁？回娘娘，是小李子。很好，告诉小李子，本宫渴了，让他亲自端一壶今年的新贡茶与乾隆请进来。是。奴才小李子给皇贵妃娘娘请安。娘娘，您要的与乾隆请。端过来。是。娘娘请喝茶。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请饶了娘娘。慌什么？抬起头来，认得这个吗？本宫这人脾气不太好，最讨厌别人在我的地盘上搞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娘娘饶命，这不关奴才的事，奴才什么都不知道。那本宫今天就教教你。皇贵妃疯了，她自己把毁容的药当水喝了。回去告诉林震，她这药不行啊，说是无色无味，但里面明显掺了劣质的朱砂和发霉的何首乌。就这玩意儿也想毒哑本宫，那可不行。你的脸怎么会没事？哼，这丞相手下的人心理素质也太差了。红玉，娘娘有何吩咐？把这肮脏东西拖出去，送到内务府李公公的房门口，顺便带句话给李公公：未央宫的茶太淡了，本宫明日早朝要亲自问问丞相大人，还有没有更烈一点的，本宫不介意再干一杯。是娘娘。啊，爽，太爽了！本宫武功一流，还百毒不侵，现在又2头当卧底，2头通吃，有钱又有颜，这日子简直太美了。大人，不好了！好一个皇贵妃，倒是本相低估了她的手段。大人，不如称病避过这阵风头。说得妙，
速去传太医入府待命，把戏份做足。小的这就去。娘娘，偏殿传来3声叩门声，您该去养心殿复命了。这个小皇帝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啊！给我画一个在虎狼之窝担惊受怕、夜不能寐的凄惨卧底形象。奴婢遵旨。奴婢沈巍叩见陛下。沈巍，你终于来了，快起来！这几天在未央宫情况如何？可有搜集到那毒妇结党营私的罪证？陛下，奴婢差点就见不到您了。怎么回事？难道你暴露了？沈将对你用刑了？没有，娘娘没有发现奴婢的身份。可是陛下，皇贵妃娘娘她根本就不是人啊！什么意思？你说清楚。陛下，您是不知道未央宫里有多可怕。前天夜里，奴婢奉命在外殿守夜，亲眼看到内务府的奉茶太监小李子端了一杯茶进去给娘娘，结果娘娘喝完茶，突然冷笑一声。陛下，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娘娘只用了2根手指，咔嚓一声就把那只和田白玉茶盏活生生给捏成了粉末啊！徒手捏碎和田玉，这怎么可能？那沈将不过是个深宫妇人，哪来这么大的指力？奴婢亲眼所见，千真万确。不仅如此，那个奉茶的小李子当场被吓得直接晕死过去了。奴婢当时躲在柱子后面，连气都不敢喘，生怕娘娘一个不高兴，把奴婢的脑袋也像捏茶杯一样给捏碎了。朕明白了，难怪林震这老狐狸称病不出，他一定是暗中派人去给沈将下毒，结果不仅被沈将识破，还被他用绝对的实力反向震慑了。陛下明鉴，娘娘心机深不可测，手段又如此残暴。奴婢这几天在未央宫不敢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娘娘捏碎杯子的画面，听到娘娘的脚步声，心口就疼得喘不过气来。沈巍，苦了你了，朕也没想到这毒妇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陛下，奴婢不怕死，为了大渊的江山社稷，奴婢万死不辞。只是奴婢这几天受惊过度，太医院的张太医说，若是不好好调理，只怕活不过半年了。奴婢死了不要紧，可若是奴婢死了，谁来替陛下盯着那未央宫啊？张太医怎么说？需要什么药材调理？张太医说，需要1000年人参吊气，极品天山雪莲安神，还要用东珠研磨成粉，每日冲服，方能稳住心神。朕当是什么大事？王福海，奴才在。去朕的司库取2株1000年老参，3朵天山雪莲，再搬2箱最顶级的东珠来。陛下，这可都是顶级贡品，您这是……少废话，让你去就去。是，奴才遵旨。陛下，这太贵重了，奴婢受之有愧啊。拿着，沈巍，你身在敌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些东西全当是朕对你的补偿，你务必要保重身体。只有你活着，才能帮朕找到那毒妇的软肋。奴婢定肝脑涂地，以报陛下隆恩。好了，你出来太久，容易引起怀疑，早些回去吧。下次有情况再来向朕汇报。是，奴婢告退。萧齐啊，萧齐，你可真是我的散财童子。不过萧齐给了这么多工商补贴，我要是不给他提供点有价值的情报，未免显得我太不敬业了。嘿，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编造一份既能让萧齐觉得大功告成，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坑死丞相林震的绝密情报。那个沈巍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皇帝竟然赏赐了他2大箱极品东海明珠。平时看着老实本分的，没想到背地里竟是这样的狐妹子。这不生气，气死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可就花不了了。站住！奴婢沈巍见过丽妃娘娘。你就是那个勾引皇上的沈巍，长得倒是一副穷酸样，没想到骨子里这么下贱。来人，给我搜他的身！娘娘，奴婢没有。娘娘您看，找到了！大胆沈巍，
竟敢偷窃本宫御赐的翡翠玉镯！娘娘明鉴，奴婢绝对没有偷您的东西啊！人赃并获，还敢狡辩，给本宫掌嘴，打到他承认为止！住手！李妃娘娘，奴婢是御前女官，归内务部和皇贵妃娘娘直接管辖。就算奴婢犯了死罪，也轮不到您动用私刑。您若是在这里打坏了奴婢，起居既无人记录，皇上和皇贵妃怪罪下来，您担待得起吗？好啊，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本宫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未央宫，让皇贵妃亲自扒了你的皮！不要去未央宫，娘娘饶命啊！带走！未央宫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皇贵妃娘娘正在里面小憩，惊扰了娘娘，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红玉姑姑，这沈巍偷了本宫的御赐手镯，这等手脚不干净的人，理应交由皇贵妃娘娘严惩。竟然有这种事，娘娘最恨偷鸡摸狗之辈。来人，先把他押进偏殿。哎，你们不能！李妃娘娘，我们娘娘正在休息，见不得闲杂人等。您若是要讨公道，就在这院子里等着。快，红玉，给我杯水洗脸。把那套正红色的金丝凤袍拿出来，首饰挑最嚣张最闪的那套。主子，您这也是够拼的。那李妃脑子进水了，敢动您的小号。他想作死，我就成全他。臣妾叩见皇贵妃娘娘，娘娘千岁。本宫听红玉说，有人偷了你的东西。回娘娘，是御前女官沈巍，她胆大包天，偷了臣妾的玉镯，人赃并获。臣妾特意将她押来，请娘娘按宫规将她乱棍打死，以儆效尤。红玉，把那个玉镯拿过来，给本宫长长眼。水透浑浊，弟子发挥。娘娘，这可是皇上赏赐给臣妾的。闭嘴！你说沈巍偷了你这块破石头，你是不是觉得本宫的人眼皮子都像你一样浅？娘娘，沈巍是皇上的人，不是未央宫的人啊！过来，跪近一点，本宫好好听你说。是，沈巍就算是一条狗，那也是跟在皇上身边负责记账的狗。只要他在这后宫里走动，他就是本宫罩着的人。红玉，去把箱子取出来。看清楚了吗？皇上刚赏了沈巍2箱极品东珠，现在你还认为他沈巍会去偷你那个连狗都嫌弃的破镯子吗？你这不仅是在侮辱沈巍，更是在打皇上的脸，打本宫的脸。娘娘明鉴，一定是误会，是误会啊！红玉，大渊后宫规矩，构陷女官，扰乱后宫安宁，该当何罪？回娘娘，按律当降记，罚俸1年，若情节严重，可打入冷宫。很好，李妃德行有亏，嫉妒成盛，构陷御前女官，即日起连降3级，贬为李答应，罚俸3年。现在冷在这未央宫的青石板上罚跪4个时辰，没有本宫的命令，谁敢让他起来，同罪论处。皇贵妃，你为了一个狐妹子竟然这样对我，我要去告诉皇上，我要见皇上。见皇上？现在还见吗？本宫要护的人，还轮不到你们这群废物来指手画脚。主子，您刚才这太威风了，这下整个后宫估计都没人敢再动您的小号了。废话，我要是连个人都护不住，那我这个嚣张的皇贵妃岂不是白混了？听说那个沈巍虽然没被理财人打死，但落到了皇贵妃那个活阎王手里，下场更惨。据说皇贵妃为了立威，把沈巍当狗一样拴在柱子上，不仅不给饭吃，还拿极品东珠砸他取乐。这后宫的人想象力不去写画本，真是屈才了。我的娘娘哎，你怎么还有闲心啃鸡啊？你马上又要到养心殿去当值了。别慌，你一边安心吃鸡去。今天这场戏我亲自来装扮。今天脸就不画了，要来一个有层次。完美。奴婢叩见陛下。免礼，快起来！沈巍，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那毒妇有没有对你怎样？陛下，奴婢没事，
奴婢还以为再也见不到陛下了。王福汉，你们都给朕滚出去！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御书房半步。奴才遵旨。坐下。奴婢不敢，奴婢只是个……朕让你做你就做。陛下使不得，开什么玩笑？老娘卖艺不卖身啊！别动！这是李妃打的，还是沈江那个毒妇罚的？不关理财人的事，也不关娘娘的事，是奴婢自己不小心。你还在替他们掩护？朕都听说了。李妃那个蠢货构陷你，沈江借题发挥，当众降了李妃的位分。沈江那是为了护你吗？他分明是在打朕的脸，他是在告诉全天下，连朕身边的人生死都由他说了算。对对对，你分析的太对了，快再多骂2句，骂得越狠，卧底经费给的越多。这是天山雪莲膏，专治跌打损伤，是藩邦进贡的圣品，全天下只有3瓶。这是什么情况？暴躁小皇帝突然变深情暖男了。沈巍，对不起，是朕无能。朕本意是想尽快搜集沈江的罪证，却没想到把你卷入了这腥风血雨中，你受委屈了。陛下言重了，为了陛下，奴婢愿意万死不辞。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不，对朕来说，这不一样。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丞相想架空朕，沈江想掌控朕，满朝文武都在算计朕。只有你，沈巍，只有你在这个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在朕这边，替朕去挡明枪暗赞。大哥，你清醒一点，我不是在替你挡案件，我就是放案件的人啊！你胆子那么小，连看朕一眼都会发抖，却敢为了朕孤身一人潜伏在那个毒妇身边。今天听到你被李妃刁难，被带走的那一刻，朕的心里害怕极了。朕怕在这宫里，连最后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了。这小皇帝是不是被皇贵妃压迫得太惨了，患上大病了？陛下，您喝醉了。朕没醉，朕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沈巍，朕不会让你在未央宫待太久的。只要你帮朕拿到沈江贪赃枉法的铁证，朕一定会将他彻底连根拔起，让他万劫不复。那个，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深情的语气对着我说要弄死我啊？这感觉真的很怪耶。等到那一天，等到沈江被打入冷宫，朕便封你为后。这大元朝最尊贵的位置，只属于你一个人。陛下，奴婢何德何能？嘘，你值得。在这之前，务必保护好自己，有任何危险立刻撤退。朕不需要你拿命去换情报。是，以后用这个借口来套取更多的私库拨款，简直是名正言顺啊！好了，夜深了，你带伤在身，早点回去歇息吧。记住朕今天说过的话。奴婢告退。我原本只想利用信息差在皇帝和丞相之间疯狂敛财，顺便看他们狗咬狗。可现在皇帝竟然爱上了我的小号，还立下了扳倒大小就取小号的离谱 flag。这就意味着萧琪以后不仅会对我大号进行疯狂的政治打击，还会对我小号进行极其猛烈的感情攻势。我白天要在朝堂上跟他拔剑招母，晚上还要在御书房上跟他上演禁忌之恋，这些难度系数有点超高了啊！不过，萧琪既然动了真心，那他对我这个小号的防备心就彻底降为了0，那我就能掌控他了。萧琪啊，萧琪，你想要废了本宫，走着瞧，看咱们俩到底谁先玩死谁。皇上口谕，今晚北蛮使臣团就要进京了。北蛮使臣狼子野心，国宴之上，皇贵妃娘娘务必盛装出席，高坐主位，扬我大渊国威。懂了，这是要我去镇场子啊！小的告退。今晚国宴，皇上命你贴身随侍，一来记录这历史性的时刻，二来皇上说要把你放在他眼皮子底下才安心。皇贵妃必须高坐主位，女官必须贴身随侍。可是这两个人他妈的是同一个人啊！沈姑娘，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没什么，奴婢只是太激动了，奴婢遵旨。好嘞，沈姑娘，你好生准备着吧，我先回去伺候皇上了。图纸，快把太和殿的建筑图纸给我翻出来。从这里通过暗道走到皇帝宝座后方的侧门，需要多长时间？回主子，若是全速奔跑，大约需要半分钟。
好，红玉，听着，今晚在侧门暗道里给我设一个转站，准备好湿帕子、沈巍的衣服以及皇贵妃的凤袍，我要在国宴上卡点换装。主子，您疯了！这万一被撞见，不疯魔不成活。今晚就是拼了老命，我也得把这2场戏给我圆下来。大元皇帝陛下，听说贵国地大物博，怎么这宴席上的酒软绵绵的像马尿一样，一点烈性都没有。皇贵妃娘娘驾到！嫌酒不烈，大渊的酒敬的是朋友，自然温润。你若想喝烈的，这坛烧刀子，本宫赏你喝得完，你站着走出去；喝不完，本宫让人把你横着抬出去。敢接吗？好，多谢皇贵妃赏赐。你来了，刚才那一手干得漂亮。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本分。没想到大渊一个后宫女人，竟然比草原的头狼还要狂。陛下，臣妾刚才走得急，有些闷热，容臣妾去屏风后更衣，稍作歇息。去吧。怎么才来？回陛下，奴婢刚才在偏殿核对名册，耽搁了。要是饿了，偷偷吃点。大哥，我在跟你搞权谋，你竟然在这儿给我搞纯爱投喂！这酒够劲儿。皇帝陛下，我北蛮有一件奇妙的9连环锁，大汗说了，若大渊有人能解开它，北蛮愿退边境30里；若解不开，那便说明大渊无人，这30里地就归我北蛮了。陛下，臣等愿意一试。准了。大渊文臣徒有虚名。去屏风后催皇贵妃，更衣怎么这么久？陛下，奴婢不慎打翻了墨汁，污了袖口，殿前失仪是死罪，求陛下容奴婢去侧殿换件衣服，马上回来。快去快回。谢陛下。陛下，大渊朝堂竟无人可解此锁吗？慌慌张张干什么？本宫这就出去。退下。怎么，皇贵妃娘娘要亲自来试吗？解个破烂玩意儿也需要动手。锁解开了，你刚才说退让边境30里，可是真的？你这是耍赖，这是破坏，不是解开。兵不厌诈，实力碾压，这就是我大渊的解法。怎么，北邙男儿说话像放屁一样，敢做不敢当？盟约已定，朕与众臣共进北蛮使臣，愿两国边境永息干戈。臣妾不胜酒力，去偏殿醒醒神。累死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此番盟约，我北蛮认下。国宴毕，终于结束了。主子，你没事吧？别碰我，让我死一会儿。明天必须让萧齐这个大冤种再给我拨2万两白银的精神损失费，不然老娘罢工不干了。你左卫，你昨晚国宴之上那毒妇是不是又为难你了？朕看你跑来跑去，满头大汗。陛下，奴婢没事，只是昨晚皇贵妃嫌弃奴婢研磨太慢，罚奴婢在偏殿来回跑腿，奴婢体力不支，让陛下担心了。这毒妇简直欺人太甚！你放心，这笔账，朕迟早连本带利的替你讨回来。去，把朕司库里那尊赤金弥勒佛，还有那几品和田玉髓，全送到沈巍的住处去，就说是朕赏赐给他押金的。奴婢谢主隆恩，奴婢告退。沈姑娘，相爷有请，冷宫废院，过时不候。这老狐狸病了3天，终于按耐不住了。奴婢沈巍见过丞相大人。沈巍，本相还以为你拿了皇上那么多赏赐，已经忘了你的老母幼弟还在本相手里了呢。奴婢不敢，奴婢万死也不敢忘了大人的吩咐。不敢就好。这是1万两白银的银票，只要你今晚替本相办妥一件事，事成之后还有10万两。大人要奴婢做什么？只要不让奴婢去下毒，奴婢什么都干。放心，不需要你下毒，本相要你偷一样东西。
今晚子时，皇贵妃会服用安神汤睡下。我要你潜入她的寝殿暗阁，偷取一枚玄铁打造的调兵手信。那是我大号用来调动京郊8万禁军的核心信物，这东西极其隐秘，林震是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那是什么，只需要把它偷出来，交给我安排在未央宫后门的人。只要这手信一到手，皇贵妃就死了。到时候你就是首功。可是未央宫守卫森严，奴婢怎么进得去？今晚未央宫的守卫会被本相的人调开半炷香的时间，你只需要掐准时间进去拿东西就行。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奴婢遵命。主子，林震这老匹夫想干什么？他要您的调兵手信，难道是想伪造您谋反的罪证？伪造谋反，他格局没那么小。他若是直接拿着我的手信去告发我，皇上不一定信他，甚至会怀疑是他偷的。这老狐狸玩的是一套极其完美的连环计。连环计？怎么个连环法？第一环，他利用我沈巍的身份去偷手信。他给了我1万两定金，许诺10万两，这是为了激发我的贪欲，让我死心塌地去卖命。第二环，他今晚肯定会想办法极其隐蔽地向萧琪透露一个消息：未央宫今晚有窃贼，而且这个窃贼就是我沈巍。主子是说，丞相要借皇上的手抓您小号的现情？聪明，这才是林震这套连环计最毒辣的地方。萧琪现在很信任我这个小号，如果今晚萧琪亲自带人来抓贼，当场从沈巍的身上搜出了皇贵妃的调兵手信，你猜萧琪会怎么想？皇上会觉得沈巍根本不是他的人，而是皇贵妃故意演苦肉计，安插在他身边的双面间谍。沈巍偷手信是为了配合皇贵妃演戏。没错，一旦萧琪有了这个认知，他对沈巍的信任就会瞬间崩塌。而更要命的是，萧琪本来就忌惮我手里有兵权，一旦这手信当着他的面调出来，这就成了我皇贵妃私自调兵意图不轨的铁证。一箭双雕，他既除掉了您的小号，又拿到了扳倒您大号的死证，丞相这招太狠了。是啊，这套连环计天衣无缝。如果沈巍和皇贵妃真的是2个人，今晚绝对是死局。可惜啊，他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了一点。主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今晚不去了？去？为什么不去？人家戏台子都搭好了，钱也付了，本宫要是不去捧个场，岂不是太不给林香面子了？可是皇上今晚肯定会来抓人的。他来抓他的，我演我的。林震想玩借刀杀人，那本宫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主子高明，奴婢这就去准备。这次非扒了林震这老唐有一层皮不可。我不信那个在我面前瑟瑟发抖，为了我被李妃打得遍体鳞伤的女孩，会是沈将派来的卧底。陛下，时辰到了，里面确实有动静。冲进去，给朕抓活的！别动！别动！别动！沈巍，真的是你？陛下，您听奴婢解释。解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打开它！陛下明鉴。奴婢今晚奉陛下密旨，潜入未央宫暗阁搜集皇贵妃的罪证。谁知竟撞见一个黑衣人鬼鬼祟祟的在暗壳里放东西。奴婢心想，未央宫的东西必定是极重要的机密，于是奴婢拼死冲上去，一口咬住了那黑衣人的手腕，趁他吃痛，将他怀里的这个盒子抢了下来。那黑人见禁军来了，吓得翻窗逃了。奴婢打开一看，才知道这竟然是丞相大人的受贿名册和赃款。沈巍，陛下，大哥，你包得太紧了，我袖子里刚从林震那里拿的1万两银票，快被你挤皱了。你太傻了，为了这么一本账卷，你连命都不要了吗？若是那歹徒身上有刀，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只要能帮到陛下，奴婢死不足惜。
好一个丞相，他这是想用一本假兵符来栽赃皇贵妃，结果却被你误打误撞，截获了他自己的催命符，真是天道好轮回。王福海，奴才在，立刻派人护送沈巍回御书房偏殿歇息。另外，传令禁军封锁未央宫消息，今晚发生的事，谁敢泄露半个字，诛九族。遵旨。临阵，明日早朝我再跟你好好清算。众爱卿，有本早奏，无本退朝。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臣听闻昨夜子时，禁军将未央宫团团包围，似乎是在抓捕窃贼。未央宫乃皇贵妃娘娘寝宫，臣斗胆敢问陛下，昨夜究竟查出了什么？陛下，此事关乎后宫安宁和皇家颜面。老臣听闻，那窃贼似乎从卫喵宫暗阁中盗出了极其犯忌讳的物质，事关重大，还请陛下明示，切莫姑息养奸呐！哼，丞相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不错，昨夜未央宫确实抓到了窃贼，也确实从废贼手里搜出了一个极为犯忌戒的盒子。陛下，既然人证物证俱在，那就应该立刻将皇贵妃……丞相急什么？不如先看看这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犯忌讳的东西，再定罪也不迟。王福海，拿给丞相大人好好过目。是。临阵，你花了1万两白银买通一个贪财的小太监，让他在昨夜子时将一枚伪造的调兵兵符塞进本宫的暗阁，企图栽赃本宫，意图谋反。这出连环计唱的可真好啊！伪造兵符，栽赃皇贵妃，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啊！娘娘血口喷人！老臣对大渊忠心耿耿，何曾做过这种事？这盒子里分明是你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铁证。江南治水款10万两，你抽走5万两；吏部侍郎的位子，你明码标价3万两白银。临阵，你看看这账本上的印章，哪一个不是你丞相府的私印？陛下，这是伪造的，这账本是皇贵妃伪造来陷害老臣的呀！那盒子里原本装的真的是……还敢狡辩？你是不是想说？盒子里装的是这个。本宫昨夜抓到那个小太监的时候，他都已经交代了，你让他把这破玩意儿放进未央宫，然后你再跑去向陛下告密。可惜啊，你的人太蠢，还没放进去就被本宫抓了现行，顺便还在他身上搜出了你企图转移的赃款和账本。来人，将临阵打入天牢，交由大理寺、刑部、督察院3司会诊，其党羽一律下狱，严加查办。退朝，恭送皇上、皇贵妃娘娘。主子，咱们赢了！临阵的老狐狸彻底栽了。刚才在朝堂上，他吐血的样子简直大快人心。那当然，这老狐狸不仅送了命，还白白给咱们送了1万两启动资金。这种反派，以后请多给我来一打。主子，您不仅用大号在朝堂上把丞相踩死，还用小号拿了丞相的买命钱。这世上还有比您更会做生意的吗？7糟5六，拿去买花戴。谢主子赏。拔除了临阵这颗毒根，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心。恭喜陛下！不过皇贵妃还在后宫嚣张，朕得想个办法治治她。好主意，召集人马，我们走。主子，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本宫顶着。说怎么了？皇上刚才带着王福山和一队禁军，突然去了西二所的司库流云阁。他去流云阁干什么？听说皇上觉得丞相一倒，您的势力大不如前，准备趁热打铁，先铲除您的羽翼。他查到流云阁是您放私房钱的地方，准备以核查后宫账目为由，直接查封流云阁。查封流云阁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里面的东西。萧琪只要一开箱子，就会看到他前几天刚赏赐给沈巍的极品东珠和赤金大佛，原封不动地躺在我的私库里，这根本无法解释。快，我去换衣服。红玉，你立刻派人去把我在上福阁后面的那间小宿舍给我砸了，砸得越乱越好，像被土匪洗劫过一样，把柜子劈了，被褥剪烂。奴婢马上去。陛下，门开了，进去搜，给朕仔仔细细的搜。
任何来历不明的账本、余之的宝物，统统给朕搬出来。是。陛下，这里有几件东西，看着有些蹊跷。掀开。为什么我给沈巍的东西会出现在皇贵妃的司库里？去，立刻去把沈巍给朕抓过来！立刻！奴才遵旨。如果沈巍真的是卧底，我发誓，我要亲手掐断这个骗子的脖子。沈巍，沈巍在里面吗？王公公，沈姑娘，您这是怎么了？公公，我要见陛下，奴婢求见陛下呀！沈巍，陛下，奴婢该死，奴婢护主不利，弄丢了御赐之物，奴婢罪该万死啊！抬起头来，到底怎么回事？朕赏给你的东珠和金符，为什么会在流云阁？陛下，昨天夜里，红玉姑姑大人闯了进来，他们说皇贵妃娘娘听闻陛下赏赐了奴婢重宝，大发雷霆，说奴婢不过是个贱婢，不配拥有这些好东西。他们二话不说，就开始在奴婢的屋子里打砸抢夺。奴婢拼死护着那个装东珠的箱子，说那是陛下的恩典。可是红玉姑姑不仅让人扇了奴婢2巴掌，还让人把奴婢按在地上，强行把东西抢走了。他们走之前还警告奴婢，若是敢向陛下告状，明天就把奴婢扔进井里淹死。陛下，奴婢没用，奴婢连您赏赐的东西都守不住，奴婢该死啊！王福海，立刻去沈巍的住处核实。奴才遵旨。启禀陛下，沈姑娘的屋子确实被砸得稀巴烂，我冤枉她了。沈巍，别怕，朕在这里，是朕错怪你了。朕以为你背叛了朕。奴婢怎么敢背叛陛下？奴婢只是怕陛下为了奴婢去和娘娘起冲突，奴婢不想连累陛下啊。被打成这样，还在为我着想，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女人？传朕旨意，流云阁所有财物全部冲入国库，另外从朕的司库里挑10箱珠宝，还有极品血珊瑚，立刻送到御书房偏庭。沈巍受惊了，朕要亲自安抚他。奴才遵旨。主子，流云阁都被冲入国库了，怎么办啊？不急，反正国库的钱我也有办法弄出来。现在重要的是打消皇上最后的怀疑，该让他看看什么叫做正式的嫉妒了。主子，您这是要干嘛去？去御书房找皇上谈谈心。皇贵妃，你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进朕的御书房连通报都不用了吗？规矩，在这大渊的后宫里，本宫就是规矩。陛下这几天脾气倒是见长，听说前2日陛下为了流云阁那点破烂玩意儿大发雷霆，甚至还查封了本宫的司库。那是破烂玩意儿吗？那分明是你指使下人强行打砸抢掠夺来的赃物。沈江，你真当朕不知道你干的好事？你堂堂皇贵妃，竟然去洗劫一个小小女官的住处，你不觉得跌份吗？跌份？萧琪，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本宫拿走那些东珠和佛像，不是因为本宫稀罕那些破烂，而是因为本宫绝不允许这后宫里有任何一个女人敢踩在本宫的头上去勾引本宫的男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怎么，陛下敢做不敢当？你懂什么？沈巍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他不是那种人，那他是哪种人？你若是喜欢女人，满朝文武的千金随你挑选，可你偏偏看上一个最下贱的宫女，你甚至为了她查封本宫的流云阁，当众打本宫的脸。萧琪，你是不是真的对那个贱魔动了心？是，朕就是对他动了心。这后宫里，只有他把朕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傀儡。你疯了！朕没疯，沈江，朕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你若是敢动沈巍一根汗毛，朕就算拼上这大越的江山不要，就算和你同归于尽，也绝对会拉着你一起下地狱。他为了保护另一个我，竟然连命和江山都敢押上。好，很好。既然陛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本宫就留着那个贱婢的贱命。本宫倒要看看他沈巍能在这吃人的后宫里活多久。主子，情况如何？皇上相信您和沈巍势不两立了吗？他信了，他不仅信了，而且信得非常彻底。以后就算有人把刀架在萧齐的脖子上，告诉他沈巍就是沈将，他估计也会一刀把那个人砍了。红玉，咱们这盘棋好像下得有点大了。主子，这不是好事吗？皇上越信任沈巍，咱们拿情报和宽就越方便啊。是方便，只是面对一份如此炽热的纯粹感情，我又能怎么应对呢？陛下，嘘，别叫陛下。今晚是上元节，京城里有灯会，朕带你出宫去散散心。这不合规矩，若是让皇贵妃娘娘知道了，别提那个毒妇。今天没有皇上，只有我萧齐和你沈巍。走，我带你去看看宫墙外面的天地。是公子，容奴婢去换一身衣服。去吧，朕等你。喜欢哪个？这个就好。不用找了。这钱要是折现给我多好。怎么了？不喜欢？你若是不喜欢，前面还有更好的。只要你想要，整个京城的灯我都给你买下来。喜欢，只要是公子送的，奴婢我都喜欢。沈巍，等扳倒了沈家，我就带你堂堂正正地站在这大院的最高处，看着万家灯火。公子，前面好像有杂耍，我们去看看吧。你慢点跑，今天有一晚上的时间。小心！有刺客保护主子！沈巍，躲在我身后，千万别出来！在这后宫里，除了我，谁也不能欺负萧齐。这群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杂碎，竟然敢伤他！公子小心！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刚刚还说要给我买下全城花灯，现在又拼死护着我的大冤鬼死在我面前。血，他骨头断了，我杀人了，公子，我好怕，我刚才不知道怎么了，我只是想推开他。别怕，有朕在，谁也伤不了你。你刚才那一招很厉害，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在清河县看过街头卖艺的武士，我刚才就是瞎抓的。公子，我会不会被抓去坐牢？不会坐牢的，你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大功臣。回宫。骗不过去了，他在等一个可以将我一击必杀的机会。3日后，乃大渊100年一遇的祭天大典。此次祭天关乎大渊国运，马虎不得。皇贵妃协理6宫，功高劳苦，理应随朕一同登上祭天高台，接受万民朝拜。除此之外，起居制女官沈巍忠心护主，朕特准她破例登上祭天高台，站在朕的右侧，将这神圣的一刻一字不略地记录在起居义中，以彰显大渊皇家对上天的敬畏。皇贵妃，你觉得朕这安排可妥当？祭天高台，那可是4周毫无遮挡的白玉露台，我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劈成2半，同时站在他的左边和右边吧？怎么，皇贵妃不愿意？陛下如此安排，自然是极好的。主子息怒，我怎么息怒？萧齐这王八蛋，他就是想看看我到底会不会分身术。那怎么办？要不就让沈巍这个身份病死？不行，他现在派了6个大内高手盯着，就是为了防我这一手。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我心虚。到时候他顺藤摸瓜，我多年的经营和兵权全得搭进去。去，给我把暗网的负责人叫来。既然他要看2个人，那我就给他变出2个人来，找替身。可是主子，去哪里找一个跟您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能在皇上威压下不露馅的人？长相不是问题，
江湖上有一种易容术，只要骨骼差得不远，贴上人皮面具，再稍微修饰一下，8、9分像不难。至于会不会露馅，萧琪对沈巍的印象就是极其胆小、懦弱、瑟瑟发抖。只要找个贪财的戏子，本色出演，害怕就行。只要在台上撑过那半个时辰的祭祀，我们就赢了。奴婢这就去办。民女参见皇贵妃娘娘。抬起头来。娘娘饶命，民女什么都没干。闭嘴！听着，我要你演一出戏，演好了，我保你衣食无忧；如果演砸了，民女一定演好。娘娘让民女演什么？红玉带她下去换上沈巍的衣服。是。不错，长相一模一样了。走2步看看。肩膀塌下来，你那是花旦的站姿。沈巍是个常年低头的奴才，把你的腰给我弯下去。拿着这本起居记和笔，如果在祭天的时候皇上看你，你应该怎么办？低头不说话，假装写字。错，你要表现出极其害怕，但又要强装镇定。如果他跟你说话，你就只能回答是或者奴婢遵旨。对，就是这个状态。记住这种害怕的感觉。吉时已到，请皇贵妃娘娘起居记女官登台。陛下，臣妾来了。奴婢叩见陛下。萧琪内心自白，真的有2个人，不是换装，不是障眼法，怎么可能？抬起头来。陛下。没有，真的没有武功。幸好老娘有先见之明，找了个真正废柴的替身。沈巍，那晚在上元节，你挡在朕面前的时候，可不是这副胆小如鼠的样子。朕记得，你当时反手扣住那名刺客时，嘴里还对朕喊了3个字。你喊的是什么？放屁！老娘根本一句话都没说。萧琪这是在故意炸他。奴婢遵旨。你不是沈巍。说，你到底是谁？你脸上是不是戴了人皮面具？救命！够了，萧琪，你是不是疯了？今日是祭天大典，满朝文武、3军将士都在下面看着。你身为人君，不在祭台上敬畏天地，却在这里当众拉扯一个下贱的宫女。你是不是非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大渊的皇帝是个被女色迷了心头，连祭天大典都不顾的昏君？沈江，你休要放肆！朕只是在盘问。盘问什么？盘问他那晚是怎么勾引你的，还是盘问他那晚对你喊了什么情话？你一派胡言！本宫一派胡言？你为了这个贱婢查抄本宫的流云阁，现在连祭天这种神圣的时刻，你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恶心本宫。好啊，既然你这么舍不得的他，这祭天大典本宫不参加了，你和你的小情人慢慢祭吧。站住！吉时不能误。皇贵妃，今日的账，朕大典之后再与你慢慢算。随时奉陪。让他滚去旁边跪着记录，若是再敢有任何差池，杀无赦。奴婢遵旨。立成，摆驾回宫。主子，皇上走远了。把他带回未央宫，立刻卸妆送出宫。告诉他，今天的事敢透露半个字，他知道下场。是。主子，接下来该怎么办？皇上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再被动防守了。萧琪既然这么喜欢茶，那本宫就给他找点极为刺激的事情做，让他根本没有精力来管后宫的闲事。临阵虽然倒了，但他在军中的残党还在。把这些东西散播给那些残党，告诉他们，皇上准备在3日后的大朝会上将他们全部满门抄斩。主子，您这是逼狗跳墙。临阵的残党一旦得知死期将至，为了活命，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到时候萧瞿他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去纠结他爱的小宫女和天天怼他的皇贵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将军不好了！既然皇帝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告诉兄弟们，今晚我们进宫干票大的。是。
吴将军今晚子时举事，这是西域极其罕见的软金香，无色无味。你今晚在御书房当值，想办法把它点在香炉里。公公，这是要干什么？奴婢不敢啊！不敢？你以为你拿了林相1万两银子的事儿，吴将军不知道？你只要乖乖用这软金香迷倒皇上，偷出调兵的金牌，事成之后，你就是从容之功。若是敢玩花样，今晚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围剿未央宫，迷倒皇帝，吴将军啊，吴将军，你的胆子很大，但你的脑子显然没有临阵好使，还敢去围剿未央宫，我祝你的人玩得开心。沈巍，奴婢在。去把香炉里的香换了，朕觉得有些胸闷。是。这香有问题！沈巍，你在香里放了什么？陛下，这叫软金香。真的是他们的人，是沈江，还是临阵的残党？你这3年来在朕面前的胆小如鼠，全是装的！陛下不好了，吴将军带着2万叛兵杀进来了！陛下，你怎么了？朕中了软金香。沈姑娘，皇上待你恩重如山，你竟然联合叛党谋害皇上！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放下虎符！未央宫已被我军重重包围，那毒妇沈江插翅难逃。御书房这边立刻拿下昏君。大渊的皇贵妃，就算要死，也只能死在我的圣旨下，岂容这群乱臣贼子羞辱！朕知道，你是为了自保。你拿走虎符，从密道逃吧，不要回未央宫。沈江已经完了，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逃！今天谁也别想逃！臣吴胜参见陛下。陛下，这软金香的滋味如何呀？乱臣贼子！你以为你赢定了？当然，未央宫已经是一片火海。那个嚣张跋扈的皇贵妃，估计现在已经被烧成焦炭了吧？至于陛下您，干得好，沈姑娘，把虎符交给本将军，本将军说话算话，重重有赏。赏我，吴胜，本宫纵横朝堂3年，就凭你这条断了脊梁的丧家之犬，也配在本宫面前狂吠？这声音，这睥睨天下的极度狂妄，这是皇贵妃沈江。禁军听令，见虎符如见本宫，关门打狗，将这群乱臣贼子给本宫就地正法，一个不留。沈江，怎么会？沈巍他……皇上别猜了，臣妾不才，大号沈江，小号沈巍，从高高在上的凤仪到御前摇尾乞怜的小闺女，全都是本宫一个人在演。皇上这些日子跟臣妾的小号聊得可还开心？假的，都是假的。陛下！你这个妖妇，你这个疯子！本宫是不是疯子？等你到了大理寺就知道了。来人，给本宫把这群乱臣贼子全部拿下！反抗者，格杀勿论！把这群乱臣贼子带下去，秋后问斩。你这个妖妇，我诅咒你！你闭嘴，吵死了！行了，别嚎了，没死呢。王福海，去找个太医来给皇上解了软金香，顺便开点治心梗的药。奴才遵命。造孽呀！沈江，你玩得很开心是吧？挺开心的。你简直是个骗子！朕被你耍得团团转，你到底有没有心？皇上这话可就冤枉臣妾了。
这3年里，是谁天天在御书房里无能狂怒，把上好的和田玉茶杯当不要钱一样往下扔？是谁非要主动塞给臣妾3000两卧底金就费？臣妾当时可是极力推辞过的，是皇上非要逼着臣妾收下。我别你我的了，给钱吧。什么钱？本宫帮你平定叛乱，不给点辛苦费吗？朕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大不了你现在就毒死朕，然后自己登基当女皇去。哟，堂堂大渊天子还要赖账不成？没钱没关系，臣妾大度，允许陛下分期付款。从今天开始，内务府的财政大权正式收归未央宫，陛下每月的零花钱由臣妾亲自审批发放。行，沈将你狠！彼此，临阵余党已清，京郊大营也重新整顿完毕。明日大朝会，陛下可以重新上朝了。还有，晚上记得把字洗干净，我会来找你侍寝的。造孽啊！